想岔了没关系，那你为什么不问问我呢？长了嘴就光会乱吃醋，也不知道问，也不知道听听我。今天也累了一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。那我走了。晚安。晚安。去吧。怎么了呀？连个晚安吻都没有，是觉得我今天太莽撞了？不会，肯定是支持我救人的。那是为什么呀？那个时候我不是在寺庙喊假吗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家里醋坛子打翻了。快跟我进来！你知道今天出了这件事儿，对方是谁吗？是我电影的投资人环视的魏总。那他今晚有注意到你吗？应该是没有。我看他像是喝了点酒，状态看起来挺飘的样子。我当时会给13打电话，是因为我不知道楼上到底是什么情况，而且他今天也去环视坛工作了。我想着他可能跟魏晋认识，所以才想问问他的。后来也实在是情况太紧急了，我真的顾不上再打电话给你了。那看来是我想岔了。想岔了没关系，那你为什么不问问我呢？长了嘴就光会乱吃醋，也不知道问，也不知道听听我。等一下，所以13给我打电话，他当时是来公寓了。那你有没有跟他说具体的情况？说了，当时我就给他报平安了，你可以放心。还有别的要问的吗？应该没。Small but peaceful as their own sunshine. My eyes are drawn to you when seeing you nearby. Wish all of your worries fly away. My world has colors I never knew. Love is all I believe you'll feel it too.
姐姐，我现在在警局门口，我有点不敢进去。我想了一个晚上，越想越恶心。看着他那副随心所欲的嘴脸，一看就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儿了。我想着，我宁可不演这个角色，宁可不当演员了，我也得给自己出口气，给跟我一样的女孩子出口气。可我走到警局门口，我突然就有点心虚。如果警察问我说，既然不愿意，为什么放他进家门？我怎么说呀？我当时是犹豫过的。我就想着，我要是直接反抗，会不会以后就没机会演戏了？会不会我以后就完了？所以才错过了最安全的时机。姐姐，是不是我也有错？我当时那个样子，是不是等于直接同意他了？当然不是这样的。法律概念上的性同意必须建立在平等、自愿的前提条件下，必须不受任何形式的强迫、威胁或者是误导。尤其是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之下，弱势一方的沉默和不敢反抗，并不等于默许，也并不构成性同意。更何况在你反抗的那一刻，你就已经明确表示了不同意。如果对方还不停止，他便构成了性侵害。所以你没有错，也不需要心虚。知法犯法的人是他，错的人也是他。可我当时那么想，真的没有问题吗？别人会不会还是觉得是我的问题？妙涵，这个世界上呢，存在善意的眼光，也存在恶意的眼光。如果你害怕那些恶意的眼光，我们当然也可以选择逃避。但如果你是过不去自己心里那道坎，那我想，人都有弱点，也有人之常情。这个世界上本就没有完美的人，那为什么要求有完美的受害人呢？这是我昨晚整理的一份法律意见书，其中包括了报案之后的详细流程，以及你需要注意的事项。另外还包括了你需要向警方提供的证据清单。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，你提交的证据是否能够充分且确凿地将他定罪，还不一定。也就是说，还有一种最坏的结果。他1天之内就会出来。是。但也有把他绳之以法的可能，对吗？对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，许律师。我只是怕我自己站不住脚，但刚才你跟姐姐说的，已经足够支撑我堂堂正正走进警局。只有我站出来，才有制裁他的可能。你先回去忙周俊的案子吧，警方应该很快就会来找我了解情况的。我留在这儿陪妙涵，也省得来回跑。我让刘猫过来跟进情况，他有职业证，比我更方便跟警方沟通。去吧。别紧张，先喝口水。你准备好了，我们可以随时开始。
请你详细描述一下，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？昨天晚上参加完酒局，我送他回家，进家门后不久，警报就响了，我就走了。啊，对，警察同志，这来回呢都是司机开车送我的，我是守法公民，没有酒驾。你与孙妙涵是什么关系啊？我是老板，他是演员。对于他指控你强奸未遂，你承认吗？警察同志啊，说一夜情未遂，我承认。要说强奸未遂，他明显是诬告陷害啊！哎，你看啊，他要是没想法，大晚上喝完酒，能让我送他回家，能让我进他的家门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心知肚明嘛。不是的，我当时不知道他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时候察觉到他有意图跟你发生性关系的？到公寓楼的时候，我下车，他也下车，我才觉得有点不对劲。可是他说，他送我回家，我不请他上去喝杯水，那就是不礼貌。自说自话，揽着我进了公寓楼，我不敢直接反抗，直到进家门。进了家门以后呢？进了家门，就你情我愿，顺理成章了吗？你情我愿。如果对方是自愿的，家里为什么会那么乱呢？哎呀，个人的小癖好，哎，这不算犯法吧？你知道这儿哪儿吗？这儿审讯室，放严肃点儿。是，我严肃。警察同志，你们可得还我清白啊！他不能当时同意，现在反过来咬我一口，那我可真是冤枉啊！你当时有明确拒绝他吗？有。他送了我一条很贵的手链，就像是收买我。我拒绝他，他就恼羞成怒。他说现在拒绝已经晚了，已经有监控拍到是我把他带进家门的。然后他就强行要开始动手，我就想反抗，就推他。在反抗过程中，你有留下什么明显的痕迹吗？他弄坏了家里很多东西，我好像动手抓了他，但不知道有没有留下伤痕。你脖子上的伤怎么弄的？啊，昨天晚上留下来的。我呢喜欢那个时候呢激烈点。我跟他说了，他很配合。哎呀，可惜了，被警报给打断了。警察同志，我的律师团队到了吗？我们回来了。情况怎么样？不太乐观。孙苗环的身体检查结果没有明显的暴力痕迹。其他的证据包括双方的供述还有陈述，警察还在对比。魏晋那边的律师团队非常的强硬，如果12小时之内还没有任何进展的话，只能先放人了。先休息会儿。我们也别灰心，就算是放人了，也不代表着调查会终止。我们先耐心等待吧。哎，你们聊的周金这案子怎么样？有进展吗？我跟茂哥总结一下了。行。是这样，昨天周俊提到姚鑫在生前几个月对亲密接触和肢体接触非常抵触，我们推测这是遭受性暴力后的结果。而根据周俊的说法，姚鑫人际关系非常简单，这段时间一直忙于加班应酬，所以如果要排查，首先要锁定的范围就是姚鑫在工作中会接触到的对象。那现在我们假设，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人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推测一下，他就是杀害姚鑫的凶手？
当然，没错，但是张姐和宋哥发散之后，又提出了一个矛盾点，说，凶器是车内现有的工具，凶手就地取材，推测为激情杀人。如果是激情杀人，现场痕迹又这么干净，说明凶手大概率具有一定的犯罪经验，很可能是个惯犯。但我确认到的是，姚鑫所在的环市是不录用有犯罪记录的人员。如果这人背着命案，在影视行业抛头露面的概率非常小。那看来这两条路都走不通。哎，这两个案子看来都不是很顺利啊。放人。哎，魏总，薛律师辛苦了，职责所在。哎，警察董事长，辛苦了。走。你需要等一下了。你有完没完啊？警察同志，我已经很配合你们工作了，有什么事情跟我的律师谈。哎，干什么？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我要告你们！哎，这两个案子看来都不是很顺利啊。如果把两个案件合并在一起，会不会就胜了？刚才听小陈分析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，哎，妙涵，这些都是罪证。所以你是说魏晋给孙妙华的那个手链，姚鑫有同款？对，虽然可能是撞款，但是你们刚才说可疑对象有可能在环市，而魏晋又很有可能是个性侵惯犯，而且我记得姚鑫在出事之前是经常跟着魏晋出去应酬的，可魏晋这段时间看起来一点也不伤心的样子，我总感觉哪里怪怪的。当然了，这只是我开的脑洞，可能不够严谨。我们办案就是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。我觉得可以按照这个线索继续追追看。可是这个矛盾点说不通嘛？你们想，即使魏晋，他就是一个性侵惯犯，可是性侵跟杀人这是两件事情。一个性侵惯犯在进行杀人之后，能把现场处理得这么干净吗？如果说凶手并不具备杀人的犯罪经验，只是刚好有戴手套的习惯，戴手套的习惯是，这也是一种可能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凶器上只有姚鑫和周俊的指纹，却没有第三个人的指纹。昨天晚上我去物业调取了电梯的监控，3月的天儿，魏晋他还戴了一副皮手套。没错，一个巧合可能是巧合，多个巧合就不能是巧合了。我马上联系警方，看能不能赶在今晚之内把这事情核实。辛苦。我要告你们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魏晋，你涉嫌故意杀人，现在我们依法对你进行刑事拘留。魏晋已经认罪，周俊涉嫌故意杀人的嫌疑已经洗清。这段时间大家辛苦，为正义而战，不辛苦。太好了，我们这算是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仗。现在一上网，志坤就挨夸。哎，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回味那天宋哥跟阮姐无敌默契的超神推理吗？警方本来就已经往这个方向上调查了，锁定魏晋那是迟早的事。我们只是作为知情人提供了一些线索，帮忙加快了进程。你这有点谦虚了，啊！
你这一个加快，让周俊跟孙妙涵还有受害者家属来说，这减少了多少的心理压力啊？对啊，太谦虚了，徐律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魏晋能这么快认罪，警方是掌握了什么关键证据吗？警方复原了魏晋从案发现场带走销毁的一支录音笔里的录音，录音记录了案发过程，还有姚鑫生前给父母录的一段话。爸妈，当你们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，我可能又让你们失望了。从小到大，每逢大考，我总是心态失衡，让你们一次又一次失望。这次我努力很久，终于进了环视，本以为柳暗花明，终于能做出成绩让你们为我骄傲，却没想到。魏总好，我是新来的策划姚鑫。说说看，你为什么应聘这个岗位？想多学习，多进步，多赚钱。你倒是挺诚实的。正好，我这儿有个项目，你过来看一看，考考你对内容的敏锐度怎么样？来呀，过来看看。啊。你看啊，咱们这一行啊，最重要的就是内容。你看懂了内容，也就看懂了咱们这个行业的规则。魏总，这是您要的文件。这文件不对吧？这文件您之前批示过，没错的。你自己看看，来看看呀。你好好看。这个文件现在没什么问题了。但是你要走出这扇门，它有没有问题就不一定了。我手头有个新项目，你做负责人怎么样？你长得漂亮，工作能力又强，总不能一辈子干策划吧？听我的话，我不会亏待你的，啊？我就这样在挣扎中屈服了。可是我的屈服，并没有换来他兑现承诺，只换来他无穷无尽的危险。爸妈，我手里有他侵犯我的证据，我决定找他谈判。他要是给不了承诺我的东西，我就报警。如果这段录音公开了，就证明我谈判失败了。但或许说出这一切的我，会获得新生。案发当天，姚鑫与周俊分开之后，姚鑫下定决心去找魏晋，用魏晋私下给他的一部未实名手机联系了他。哎，妈妈。阿玉啊，案子破了。那周俊这孩子，因为挟持你爸那事儿还出不来。你爸跟我商量了，想着要不要给他出个谅解。也输，看看能不能争取给他减点刑。
应该是有机会争取的。这件事儿我会跟张姐说的。你说这俩孩子吧。对了，姚鑫这孩子你去看过他没啊？我跟怀颂前2天去过墓园了。哎，希望在那个世界，一切罪恶都被光明扫除，你能被善意包围，安宁、自由。邓老师，啊，我刚才在走廊啊，看见你们班一学生，哎呦，走路都在看历史书，一边看一边背，哎呦，那认真劲儿。那好啊，哎，不愧是我们班学生了，得点名表扬啊。知道是谁不？赵毅，没想到吧？你可别给他骗了，那历史书里面肯定夹着课外书呢，我这得逮他去。哎，还不让人学生进步了？哎呀，他进1步退2步啊！哎，老师，正好找您呢。这道题上写世界上第1辆汽车是哪年发明制造的？我回答1886，怎么错了呀？1886年呢是获得汽车专利的一年，普遍被认为是世界上第1台生产的汽车，但实际上呢是1885年生产了第1台内燃机汽车。哦，1885，谢谢老师。没事。1885发明制造汽车，1885，你爸爸，哎，你爸爸发明制造。来，这节地理课提前开始啊，把卷子分一下，我们开始分析试卷。你这分析的什么？乌兰巴托明明是温带大陆性气候。赵毅，上课了。喂，赵姨妈妈是吗？不要忽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，家长的疏导还是很重要的。比起学习成绩，我觉得孩子的身心健康才是第1位的嘛。如果真的因为学习压力造成心理崩溃，这个后果不堪设想。你这辅助线都画错了，第1步读错了，你能解出来吗？哦，这样画，再看一遍，这回懂了吧？哦，9。你干嘛呀？吓我一跳！我解出来了，得45度。至于吗？这么简单的题，激动什么呀？我当然激动了，这代表着我离你的分数线又近了1步啊！就这，你还差着远着呢。看题，还有什么题不会，赶紧问，我要回家。这个。